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杂货铺，我是你们的掌柜。印度787空难已经过去几天了，但调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今天和一个法国飞行员聊天，他问我这次空难到底多少人遇难。我查了查新闻，越看越不是滋味。掌柜惊讶于2点：第一是遇难人数竟然一直没统计明白，甚至官方都公布全机遇难了，还能蹦出一个幸存者，还不是抢救回来的，是他们自己从废墟里走出来的。然后就是这个遇难人数统计就开始诡异的波动，从最早的247到后来的290，到本期截稿时的279人，导致我想做个简报都很难。第二就是印度和波音对此表现出的佛系，面对一起1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，官方表态少得可怜。比如波音是在叉上转发了2条动态，而印度的民航局发的通告看起来是想一棍子打死所有的787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店长广播，欢迎来到心有灵犀杂货铺。这起事件中有一家公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那就是印度航空工程服务公司 AIESL， 我们就简称为印航工程吧。这是一家印度航空的子公司，专门负责印航的飞机维护工作。上期视频提到的去年被印航 CEO 坎贝尔破口大骂的就是这家公司。印航工程现在有约5000名员工，其中作为正式员工的永久工程师不到2000人，合同工程师约1800人，管理岗和行政人员约1200人，并于去年公布了扩张计划。这家公司自身存在很多问题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。2021年，印航工程曾因为大规模给员工降薪而引发抗议。2024年5月，永久工程师因为薪资问题罢工。今年4月，合同工程师发动了黑丝带抗议，并声称要于5月份罢工，但此事最后因为公司 CEO 出面修改了合同而不了了之。作为印度最大的航空维修、检修和大修供应商， AIESL 的内部问题是很大的，但至少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此次的印航787坠机事件与其有关，是否实锤需要等待调查报告。这次的空难虽然结果惨烈，可由于事发时是低空低速的状态，所以2个黑匣子保存完好，解读难度应该不大，希望很快能有消息吧。至于网上盛传的全女性工程师团队的照片，印航工程确实多次宣传他们的这支队伍，并强调他们成功执行了787发动机的重大维保任务，但依然缺乏详尽的数据来说明印航工程在 DEI 方面的作为是否影响到了安全。掌柜从不认为女性工程师有什么问题，这个世界上不缺少了不起的从事航空航天工程的女性，比如格温·肖特威尔，她1988年从事空间科学研究，并于02年参与创立了 SpaceX， 是 SpaceX 如今实质上的一把手。所以如果印航工程的工程团队有问题的话，那也不只是一支全女性工程师团队的问题。回到波音公司身上，那波音有多少印度员工呢？波音在美国的工厂中，亚裔有 16%， 其中印度裔达到了将近 70%， 属于少数族裔中的绝对强势。2013年，波音在印度的班加罗尔设立了波音印度工程与技术中心，正式开启了印度当地的工程研发运营，支持全球产品开发，成为了波音在美国本土外最大的工程中心。2017年，波音和塔塔集团合资在海德拉巴建立了制造中心，主要生产的就是阿帕奇直升机的机身和737的结构件。到今天，波音在印度的工厂中已有7000名直接员工和13000多名相关员工。那下一个问题就很关键，为什么波音选择了印度？几个月前，掌柜接受采访时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，这里就跟屏幕前的你再解释一遍。这需要从波音发家讲起。波音1916年成立的时候，直到2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，一直是一家军用飞机制造商。它的崛起其实很偶然。1969年，它的一个军用运输机的竞标废案被成功商业化了，这就是波音747。在747大获成功的时候，空客成立了。波音在感觉到威胁时，就联合美国政府对空客发起了一场长达10年的贸易战。几轮交锋后，波音决定使用价格战来拖垮空客，但它没有足够多的产能来接受价格战带来的海量订单，所以开始产能外包。再后来，空客在2000年宣布了 A380 计划来挑战747，波音随即便宣布了新机型787。为了继续能够在成本上打压对手，波音开始了更大量的产业链外包，外包率从50年代不到 2%， 到90年代的 30%， 到现在787飞机的 70%，
甚至关键部件都外包了。直到2011年，美航告诉波音准备购买空客的飞机，这让波音为了挽回美航这个大客户，直接停掉了一个新机型的研发，使用737这个老平台，想通过短时间内升级来缩短交付时间，这便是737 MAX。 后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。面对竞争，波音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，而是全部放在了对手身上，导致了行为的变形。1997年和麦道的合并更加速了它的资本化和去工程师化，这才让波音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它每当受到冲击的时候，就会本能地将产业链移去便宜的地方，以让报表变得更好看。而印度是一个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都最佳的选择。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句，美国公司一直都有这个路径依赖，就是一旦要扩张就想要产能外包，降本增效嘛。只不过有的像耐克、特斯拉这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有的则会选择一些不那么靠谱的地方和公司。这里面自然有公司领导的魄力如何，但更多的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量。那波音会改变吗？掌柜不知道将来让波音幡然醒悟的是这么多起空难，还是那被腰斩的股价。但我知道，可能波音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转变，不仅是因为它规模大，而是因为商业飞机业务只占了波音总营收的40%。以2023年为例，即便波音当年的商用客机收入全部清零，单靠国防太空安全和全球服务这2个军事相关的业务，波音也有51亿美元的净利润。对波音而言，生态位才是它的救命稻草。有句话说，波音是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。波音之所以值钱，不光因为它是明珠，更因为它在皇冠上。印度加波音等于什么？这起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契机，让我们看到了产业链外包不当导致的恶果，也看到了一个非工业化国家面对高精尖工业产品时的无力。印度无论初心和目标如何，在工业化实践中似乎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但站在一个波音重度用户的角度上来说，掌柜不在乎我使用的产品由谁造出来，我只在乎我使用的产品是否质量可靠。只要产品可靠，哪怕它是企鹅造出来的，我都没有意见。相比不靠谱的印度工人，把这个产品交给他们生产的发单人更让我觉得厌恶。归根结底，还是华尔街思维的短视让波音做出了让财报更好看的选择。为了最大化股东的利益，砍掉的是研发预算，外包的是没经验的供应商，偷工减料的是飞行员的培训。当精算师替代了工程师，美化报表成为公司的第一要务的时候，他们做出的每一个我们眼中不靠谱的选择，恰恰都是他们眼中最正确的选择。而这些苦果最后都会被使用者和消费者，也就是我们吃下去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后续的这起空难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，掌柜都会在这里更新视频的，欢迎你点个关注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